嗨，大家好，我是小易。只要你关注过自动化和 AI， 那你一定听说过 N8N。如果说各种独立的软件是一座座孤岛，那 N8N 就是连接一切的中枢神经。你随便一句话、一个微信，甚至一个定时闹钟，就能像使唤助理一样给它下达指令。比如在工作场景中，它可以自动汇总项目进度、提炼核心成果，直接生成 PPT 发给管理层。在业务场景里，把它拉进客户群，它能翻阅你公司的内部文档，用专业客服级别的话术秒回客户，并把潜在客户自动存进数据库。在内容创作上，丢给他一个爆款链接，它能扒下文案，分析语气，帮你生成一篇风格高度相似但内容全新的文案。你能想到的自动化工作 ，N8N 几乎都能做。更夸张的是，它真的很好上手，拖拖拽拽就能完妆。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带你从零开始搭建出属于你自己的自动化系统，并且我还会教你如何把它无缝接入到个人微信，以后只要用聊天的方式就能直接给它下命令干活。如果你也想让 AI 真正开始替你打工，那这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咯。N8N 分线上和线下两种版本，功能是一样的。对于刚学习 N8N 的小伙伴，我会建议你先使用 N8N 的线上版，不需要安装，每个账号可以免费试用14天。等你学会后，再考虑本地部署，部署后就可以完全免费使用。相比线上，本地版支持安装各种社区节点，使用起来更自由，而且数据完全保存在你自己的服务器上，不用担心隐私问题。详细的本地部署方法，大家可以观看这期视频，跟着一步步操作就行。线上版则直接打开这个网站，点击开始使用，输入邮箱就可以了，什么邮箱都可以。注册成功后，回答一些简单的调查资料后，就可以进入 N8N 的主界面了。点击开始自动化，从零开始搭建。N8N 的工作流大致分为3块。第一，触发器。你先想清楚你的工作流是要定时触发、手动触发，还是通过聊天的方式触发等等。这里为了方便演示，我们选择聊天触发器，意思就是只要我在这里输入一条消息，整个流程就会被启动，然后自动往下执行。第二，弄清楚数据是怎么流动的。我在这里输入一条消息后，它就会把这条消息提交到下一个节点，点击增加一个节点，左边会出现上个节点输出的数据，专业术语叫 JSON， 也就是这种格式的，都是以键值对的方式出现。左边是字段名，右边是内容，每个字段都对应一个内容。我们不需要管它，只要知道这个就是 JSON 格式，之后看到这种代码不会觉得陌生就行。中间这块是操作区，也就是对上个节点传过来的数据进行加工。右边是输出，把加工后的数据传递到下一个节点，把需要用到的数据直接拖进来就行。比如我想在它前面加句话，点击执行。原内容是这样的，经过加工，下个节点拿到的数据就会变成这样。搞懂了触发和数据流动，接下来就是第3个核心能力，输出结果。你要知道N8N 本身不发邮件，也不产出 AI 内容，它更像是一个指挥中心，通过其他工具提供的 API 接口去操控别的工具干活。很多小伙伴一听到 API 就慌了，其实在 N8N 里，调用 API 就是填表，你不需要懂底层代码，会填参数就行。比如我想把刚刚这句话发给张三，我们添加一个 email 节点，我想要调用谷歌邮箱来进行发送，那就先和谷歌邮箱进行链接，点击新增凭证，也就是通行证，用你的谷歌账号登录，全部勾上，继续，这就连接成功了。这里最好重新命名一下，否则如果你连接了多个邮箱就会很懵。保存一下，这里就能很直观的看到会用哪个邮箱发送邮件了。在这里填写收件人邮箱地址，
输入一个标题，正文这里直接把刚刚加工后的字段拖进来，点击执行，发送成功。我的邮箱里面也成功接收到了刚刚发送的邮件，就是这么简单。刚才我们跑通了基础流程，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条自动化流水线，但这条流水线很死板，你给它发什么，它就傻乎乎的发什么邮件。如果我现在说，帮我处理这条用户留言，如果是投诉就发送邮件给客服，如果是咨询就自动回复，这里面就出现了判断。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 AI Agent 来完成，这也是让 N8N 实现了降维打击，成为目前最火的 AI 工作流平台的原因。大家注意看，它的连线结构和普通节点完全不同，普通节点都是左右串联的数据流，而 Agent 节点的下方有3个专属的接入端口：模型、记忆、工具。模型也就是它的推理引擎，我们给它接入大语言模型。同样先创建凭证，让 N8N 和 DeepSeek 对接上。操作非常简单，在这里填写 DeepSeek 的 API key 就可以了。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担心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填。这里有个 N8N 的机器人，直接点击，它会告诉你详细的操作步骤，或者直接点击这个打开文档，这里也会有详细说明。第一步，先创建 DeepSeek， 点击跳到登录页面，直接填写手机号码注册即可。大部分小伙伴应该都已经有账号了，那就点击返回登录，直接在这里登录即可。登录成功后，打开 API 密钥页面，创建 API key， 随便输入一个名称，然后点击创建，把创建好的密钥复制下来，继续回到 N8N， 在这里粘贴，点击保存，链接成功。这就相当于给了它处理信息的大脑。接下来是记忆模块，大模型本身是单次对话的，不具备记忆。我们加上这个缓存模块后， Agent 就能保持对话的上下文连贯，记住你之前下达的命令，想要记住多少，在这里设置就行。最后给它装上手脚，同样让它发送邮件，填写收件人、邮件主题，拖入发送内容。OK， 在 Agent 这里加入系统提示，你是一个自动客服助手，如果用户内容涉及投诉，请发送邮件给客服邮箱；如果是普通咨询，请直接回复用户。好，现在我输入，我要投诉你们的服务太差了。你会看到 AI 会先分析内容，判断是投诉，然后自己调用 email 工具，邮件自动发送。我的邮箱收到了一封投诉邮件，但如果我输入你们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它不会发送邮件，它会直接在聊天里回复。这就是区别，普通节点只能执行，而它可以进行思考，并且记住我们的聊天内容，还可以链接非常多的工具。Agent 会根据具体情况指挥不同的工具去干活。基础概念理解了，现在我们来上手制作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动化系统。很多小伙伴一上来就想做自动内容矩阵、大 AI 客服系统、做数据监控平台、做自动赚钱闭环，然后3天劝退。其实对于新手小白来说，我不建议大家真的从零开始去搭建一个自动化系统，你只要对 N8N 有个基础的了解，能看懂别人搭好的工作流就行。一些开源社区每天都有无数大神上传成熟的工作流，我们完全不需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学，直接找一个现成的模板。就好比人家用乐高拼好了一辆车、一个房子，你把它拿过来，
有不喜欢的地方，换块积木就行。有些简单的流程，甚至连微调都不需要，填上账号信息，直接就能跑。i8n 官方也自带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模板库，直接在左边菜单栏点击模板就能打开，想要什么工作流直接搜。下面会出现好几千个相关模板，它甚至还帮我们分类好了。点击类型，下面会出现它的细化分类。找到相关类型后，点击查看更多，就会列出所有相关模板。发现喜欢的项目，点击进去，这里就能直接看到这个工作流长什么样，工作原理、如何使用等等说得非常详细。点击免费使用，就能一键导入到我们自己的工作区。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应该很容易就能看懂它。默认通过聊天来激活工作流，大脑提供了 OpenAI 和 Gemini 2种模型。我们这边网络限制无法使用，一般会换成豆包、DeepSeek 这些国内模型。点击垃圾桶把大脑链接断开，点击添加，这里会列出很多模型，如果没有也可以直接选 OpenAI， 只要底层支持 OpenAI 兼容格式的大模型就都能接过来。把模型拖进来， OK， 模型节点就替换成功啦。我们来测试一下，运行第一个节点，请介绍一下你自己。这一步没有问题，成功到下一步 AI Agent 这里了。继续运行，它会先调用大脑来思考一下，聊天的记录会保存在这里。OK， 这里是它输出的结果。我的这个问题用不到这些工具，所以它们的连线都是灰的，表示没有触发，只是把内容记录下来了。我再问他，距离26年5月1日长假还有多久？这次他用到了计算时间这个工具，这条线就变成了绿色，勾代表已经执行成功。这里默认给我们接入了讲笑话、计算2个日期之间相差的天数、调取维基百科、生成密码、计算贷款、获得最新的 i8n 博客文章这几个简单的工具。我们可以在这上面继续加入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工具，点击添加工具、应用，右边会列出非常多官方内置的工具，这种方式非常简单，直接拖进来即可。我直接问他，如果我从今天开始每年存5万，年化收益率 4.5%， 复利30年后是多少钱？精确到分。它就会直接调用这个工具进行计算。如果官方没有把你想要的工具收录进来，在这里找不到怎么办？有2种方法，一种是使用 HTTP 请求来进行手动链接，另一种是使用社区开发者提供的节点。本地部署的版本可以点击左下角的设置、社区节点、安装社区节点，然后点击浏览，搜索工具名称，找到后把节点名称复制下来，在这里进行粘贴，点击安装。安装成功后，搜索微信，这里就会出现企业微信消息接收。但是这个安装第三方节点的功能只有本地版本能用，线上版无法搜索。不过没关系，我们还可以用 HTTP 请求的方式来进行手动链接。有些在本地社区中也没有找到的节点，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链接。我继续给大家演示一下。假设我想加入一个 IP 地址溯源查询工具，只要我给它一个地址，它就能告诉我这个软件的服务器物理坐标和 IP 地址是什么。我先不接入工具，问他帮我查下这个网站的 IP 和物理位置。他是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接入工具，点击添加工具 HTTP 请求工具。这个工具在自动化场景中使用频率非常高，大家一定要掌握它的用法。拖进来，这个选项非常常见，
用的最多的就是 get 和 post 这两种数据获取方式。get 代表我们要主动去拿， post 则代表其他软件会把数据主动提交到 M8N 中。这里属于 M8N 主动去询问服务器的位置，那就应该选 get。在这里填写工具的 API 地址，这个地址获取很方便的，你希望调用哪个工具的 API， 就到它的官网文档中去查就可以。有的地址需要参数，有的则不需要。不需要参数的很简单，直接把官网提供的 API 地址粘贴到这里就行。像遇到这种需要参数的，你让他去查你提供的域名，肯定要先把域名告诉对方。比如我想查百度，那这里就需要传百度的网址。测试一下，你看这就成功了。但我们不可能只查百度，肯定是想到什么查什么，那这个参数就不能写死了。所以我们要点击这里，让输入框前面出现这个 fx， 把它变成一个灵活的参数。AI Agent 真的太聪明了。如果是以前遇到这种参数，就只能是程序员来弄。我们必须手写几十行复杂的正则表达式，去一字一句的抠出这句话里的英文字母，还得写代码去判断用户有没有多打一个空格，有没有带 HTTPS。稍微少考虑一种情况，整个程序直接报错崩溃。如果用户发的是帮我查一下百度的服务器，传统代码直接就傻眼了，因为里面连个网址的影子都没有。但在 M8N 中就变得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在这个地址后面写上 from AI， 然后在括号里添加一个字符，比如我这个要传域名，那我就填域名，这个随便填都可以，写拼音也行。填好后，在上面的描述这里告诉他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的。我们这个是用来查询服务器的，那我就可以跟他说，只要用户提供了一个网址、域名或要求查询某个网站的服务器 IP、国家、城市和 ISP 服务商，你必须调用此工具。获取结果后，请你提取 IP、国家、城市和 ISP 服务商，用硬核的科技助理口吻汇报给用户，并简单介绍一下这款软件。因为我在 URL 这里加了一个参数，那我还要特意嘱咐他一句，注意，此工具需要一个名为域名的参数，你必须从用户的话中提取出纯净的域名或 IP 填入该参数。注意哦，这个名字一定要和你下面随意填写的名字保持一致。OK， 就是这么简单。想查什么 AI 就能自动帮你填进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在重新测试之前，建议大家先点击对话框上的这个按钮，清空一下当前聊天绘画的上下文记忆，避免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坑。我们在这里随便给他一个网址，执行成功啦！这里也返回了查询的结果。打开看看，他成功提取到了域名，并且赋值给了这个参数。再上点难度，我什么都不给他，直接跟他说百度的服务器在哪。打开看看，就算我不给他网址，他一样能准确获取域名。除了聊天和大家常用的定时这种简单的方法，小英再告诉你一个在微信聊天中直接激活工作流的方法，并且能把处理的结果返回到微信聊天框内。我们接着操作。当你在微信里给应用发消息时，微信需要把这条消息通过网络扔给 M8N， 那我们就需要在工作流中添加一个节点来接收消息。在画布上点加号，在触发器这里选择调用 Webhook 时启动工作流，它就像是你给机器人建的一个专属邮局。M8N 会给你一个网址，你把这个网址填到企业微信后台，以后微信有消息就会精准投递到这个网址里。打开企业微信后台，这些网站链接我都会整理好放到视频的简介区或者评论区，大家直接复制就行。进到这个页面后，用你的企业微信 APP 扫码登录，如果没有企业微信也没关系，点击企业注册，在这里注册一个。这个注册很简单的，
而且这个企业不要了，可以随时解散企业，不会有任何影响。企业名随便填一个就行，行业也可以随便选一个。选择人数，在这里填写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获取验证码，验证一下，确定。在这里填写刚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然后用你的个人微信扫码，同意协议，点击注册 ，OK， 注册完成，点击进入企业微信的管理后台。下次登录时，你用注册时使用的这个个人微信直接扫码就可以登录。接着我们点击左边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点击创建应用，设置一个 logo， 应用名称可以随便填，选择可以使用这个工作流的成员，点击创建应用。创建好后，找到接收用户发送的消息功能，点击设置 API 接收。这个 HTTP 就是我们在 M8N 中生成的那个地址。打开 M8N 工作流，选择正式环境链接，点击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在这里进行粘贴。Token 和 encoding 密钥点击随机获取就行。设置完成后，先不要保存，继续回到 M8N。接下来我们要设置这些选项，一般官方都会给出设置说明，比如微信这里就提供了帮助文档。往下拉，这里解释的非常详细。我们首先要验证 M8N 给的地址是否有效，它的发送方式是 GET， 那这里我们直接选择 GET 就好。下面的回复选项非常关键，意思是当微信把消息转给 M8N 后， M8N 要怎么回复它。这里 M8N 提供了4种不同的接待策略。立即回复就是 M8N 接收到请求的瞬间，直接在底层告诉对方已收到，然后就断开链接，继续处理后面的节点。但是有的 API 接口，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用的微信，这里明确规定了需要回复一个特定的内容作为凭证，所以不能选它。我们接着往下看，第2种，等最后一个节点运行完再回复，也就是说 M8N 在收到请求后会一直保持网络链接不断开，等执行完后面所有节点后，把最后一个节点输出的内容直接发送给对方。但我们看微信协议这里明确说明了必须在1秒内收到回复，而我们接入的 AI 大模型需要一个查资料和思考的过程，不可能在1秒内完成所有工作，所以肯定接不通。第3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响应策略，它会在收到请求后继续执行下一个节点，只要走到一个叫 respond to webhook 的节点时， M8N 就会立刻把这个节点里的内容发送给对方，并断开连接，然后再自己慢悠悠的逐步执行后面的节点。第4种流式传输则适合大模型生成长文本的场景，类似网页版 ChatGPT 那种打字机效果。M8N 不会等所有字都生成完再发，而是和前端保持长链接， AI 吐出一个字就往外发一个字，直到全部发完才关闭链接。搞懂了这4个选项，你以后在 M8N 里对接任何国内或者国外的平台，遇到 webhook 都可以横着走。我们这次的对接需要返回数据且不能超时，这就很明确了。第3个策略更合适。既然我们选择了第3个策略，现在就必须在画布上添加一个 respond to webhook 节点。继续点击加号，搜索节点，把它添加进来。点开下拉菜单，你会看到几个选项，它们决定了你返回给微信的内容长什么样。我们回到帮助文档，这里说它会给我们一个加密的内容，我们需要返回明文消息。那这里我们直接选择文本就行。这里填写返回的内容。那到底要返回什么？我们就需要在接收到消息之后，把内容进行解密。解密属于用代码处理数据，那就找到数据类节点，代码，选择用脚本的方式来进行操作。把默认的代码删掉，
这里我已经把解密的代码写好了，大家直接复制过来就行，也可以让 AI 帮你写一个，然后复制到这里。其他工具如果需要用到这种代码的，大家也不用担心，你不需要去弄懂它，直接让 AI 帮你生成就行。复制过来后，把你的解密密钥粘贴到这里，也就是企业微信后台提供的这串字符，我们把它复制过来。OK， 解密的工作就算完成啦。我们把这个项目发布一下，如果这里是禁用的，到工作流里找找看有没有报错的节点。这里提示我没有链接界面的大模型，我已经用 DeepSeek 来代替了，那就把它停用就好。这就可以发布了。发布成功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能不能对接成功。这里提示了 API 回调失败，我们找找原因。点击 M8N 工作流这里的执行过程，看看它有没有被触发，信息成功发过来了。下面这里都是历史执行的次数，点击可以看到每次执行的结果是否成功，有没有在哪个节点报错。我们看看刚刚接收到的消息，这里已经提示了执行成功。接下来我们就要一步步排查，先看第一个节点，已经成功获取到了微信端发来的消息，看看解密。这边是上一个节点发过来的内容，中间是解密操作，这里是解密后的内容，也已经成功拿到了。那就再看看返回参数这步，这是上个节点解密后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它返回给微信端，但是这里什么都没给，是空的，这个应该就是导致 URL 验证失败的原因。我们记住这个字段，继续回到编辑器，打开回调节点，找到这个字段，然后把它拖进来就可以了。因为改动的流程，我们需要重新发布一下。再回到企业微信这边，这回就保存成功了。走到这一步，说明 M8N 的地址有效性已经验证通过了。我们继续下一步，接收消息，也就是微信会把消息主动发送给 M8N。这次的请求方式就从上面的 get 由 M8N 主动去拿，改成 post 由微信把消息主动递交过来。回到 M8N， 因为后面我会把这个工作流分享出来给到大家，我就不在这里直接修改了，我把它放到一边。在这里右键点击添加便签，可以在这里写一下注释，比如这3个节点是用来验证 M8N 地址是否有效的，那我就可以在上面标注验证 URL 有效性。在下面详细说明 M8N 对接企业微信应用进行通信时，需要先执行这个工作流验证 URL。下面我会写上它的操作步骤。这个便签可写可不写，不会影响工作流的执行，只是写上后，不管过了多久，你回来再看这个工作流，一眼就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分享给其他人也会方便大家快速理解。好啦， URL 调通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对接微信聊天。既然是通过微信来激活流程，那这个就不需要了，直接把它删除即可。然后和验证 URL 一样，添加调用 Webhook 时启动工作流节点，直接把它复制过来。这里的请求方式是 post， 那就把它改成 post 请求。我们再看返回数据这里，这次我们只要能保证接收到微信那边传来的消息就行，不需要做什么验证。那就简单点，收到消息后直接告诉他接收成功。继续下一步 ，M8N 在收到消息后需要做如下处理：依然要对接收的消息进行解密，还是通过这个节点来进行解密。双击打开，这个是解密 URL 的，我们把它清空，重新换上解密微信聊天消息的代码。同样把这个换成你自己的解密密钥，还是这个。
OK。因为我们在这一步已经回复过微信了，这个节点就不需要了。我们把它连接上 AI Agent， 这个只有在验证 URL 链接时会用到，之后就不需要了。我们直接通过这个来激活流程。我先把它禁用了。如果要用到它，只要右键点击启用就行。重新发布一下。接下来我们把它链接上微信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接收到微信端发来的消息。在企业微信管理后台，点击我的企业微信插件，然后掏出你的手机，打开你日常使用的个人微信，扫一下电脑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注意检查一下，把这个接受企业消息开关打开，点击进入企业。你会发现这里会显示你在企业后台添加的应用。接下来我们点击应用，给它发送一条消息。点击 N8N 工作流这里的执行，看看它有没有触发。OK， 消息成功发过来了。我们看看刚刚接收到的信息，已经成功执行了。打开看看，这个是回复的内容。最后，我们还需要再添加一个节点，让 N8N 把这些内容发送到微信上。继续回到企业微信后台，点击 API 文档，企业内部应用开发，选择服务端，找到消息接收与发送，发送应用消息。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发送应用消息接口，同样是通过 HTTPS 以 POST 的方式请求。这种我们在介绍对接工具时演示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直接找到 HTTP 请求，把这个节点加入进来，请求方式设置成 POST， 然后把这个链接复制过来。但是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是需要填一个 token 的，我们前面这些节点输出的内容都没有包含 token。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填，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在这里进行搜索。问答区很多时候都可以直接抄作业，看看其他人是怎么弄的。也可以点击文档，然后直接找到对应的帮助文档，这里就能找到它的获取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点之前再加一个节点，把链接复制过来，选择 Get， 把复制的链接粘贴到这里。这两个参数就比较简单了，一个是企业 ID， 一个是应用凭证密钥。那我们就直接来到企业微信后台，点击企业微信，往下拉，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企业 ID，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这里看不清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大，把 ID 替换掉，然后再找到应用，我们刚刚创建的应用，这里就是这个应用的密钥，点击查看，发送，接着打开企业微信，选择你注册企业时用来扫码的那个微信登录就行。这里会收到一条消息，点击前往查看，就是这个，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在这里进行粘贴就可以了。我们来测试一下，看看它有没有获取成功。重新发布一下，然后用手机给它发送一条消息，我们看看有没有过来。过来了 ，Token 已经获取成功了。我们把这个结果固定下来。这里是工作流执行快照界面，是不能直接编辑的。点击一下，在编辑器中调试，它会把这次执行拿到的数据一起带到编辑界面，方便我们进行调试。现在就可以固定了。
这个固定功能特别实用，如果你在测试的时候像调用这种大模型，每调用一次就会消耗一些 tokens。如果把获取的结果固定了，下次再执行这个节点，它就不会调用这个大模型重新生成内容，而是把固定的内容直接给到下一个节点。测试完成后，在正式发布的时候把这个取消固定，它就恢复成每次都去调用 API 获取新的内容了。OK， 把内容固定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节点。接下来就是把它替换成获取到的 token 值，选择表达式，把这个删掉，然后把这个字段拖过来。这时候 IM8N 就能通过这个链接给微信发消息了。我们再看看帮助文档，消息内容该怎么填。发送的消息有很多种，比如单纯的文字消息，信息中包含图片的，以及发语音、发视频、发文件等等都可以实现。这里我用大家用的最多的文本消息来举例。请求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到这串接收内容，那就点击复制，回到 IM8N， 打开返回的正文，类型这里选择接送，使用接送代码，然后把它复制到这里，展开。接下来看看这些字段分别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参数代表接收的成员 ID， 我们在这边找找看哪个是发送人。这里显示了我的微信号，应该就是这个了。把这些删掉，然后把它拖进来。再看下一个部门 ID， 我们这条消息不需要发送给部门，直接删掉就好。标签我们也不需要，删掉。消息类型，这个是固定的，不用改。企业应用 ID， 我们打开企业应用，就是这个。到参数这里找到对应的字段，就是这个。我们把它删了，然后把这个字段拖进来。微信接收的内容，也就是 AI Agent 输出的这个。聊天消息里有很多这种换行符，为了避免发生错误，我们保险一点，把这里获得的内容都转换一下。把聊天消息拖进来。大家发现没？这里有2个双引号，这个方法也自带了一套双引号，那外面这个双引号就可以不要了。后面是否保密、是否转译这些都不需要，直接删掉就好。OK， 微信内容这块就设置完成啦。重新发布一下，再给他发送一条消息。执行成功了，但是微信端还是没有收到消息。打开看一下什么原因。这里写的非常清楚，意思是微信发现现在有这个服务器正在尝试用你的机器人的名义发送消息，因为这个 IP 没有登录在案，所以被微信拒绝了。我们需要去企业微信后台把这个 IP 加进企业可信 IP 名单里，还是打开我们新建的应用，拉到最底下，找到企业可信 IP， 点击配置，然后把这个 IP 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点击确定，再试一下。微信端成功收到了回复。百度的服务器在哪？我们可以看到，它成功调到了这个工具。从此以后，你在挤地铁、逛街的时候，在个人微信里一句话发过去 ，AI 秒回你，这才是真正的触手可及的私人助理。那可以把其他人也加进来，一起使用这个工作流吗？当然可以，我们只需要在后台首页点击发起邀请，
让其他人用他日常使用的个人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加入企业，然后再在后台点击我的企业微信插件，用微信再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点击关注，最后在企业后台点击应用管理，打开应用，点击编辑，把刚刚新加入企业的微信添加进来，点击完成，这里就出现这个应用的对话框啦。我们给 N8N 发送一条消息，完全 OK。多个微信加进来，使用同一个流程，消息是不会混起来的。比如我用这个微信跟他说，我是小印，然后我再用另一个微信跟他说，我是小印2号。然后我再回来问他，我是谁？他能区分我是小印。我再用这个同样问他，他能分清楚每条回复应该发送到哪个微信上，消息是不会互相干扰的。如果你想把这个工作流分享给其他小伙伴，直接点击右上角3个点下载，它会变成一个解锁文件，保存到本地。其他小伙伴拿到文件后，在 N8N 中创建一个空白项目，还是点击右上角3个点，选择从文件导入，然后选择这个解锁文件就可以了。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我是小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